山本由伸今天对红人队账面上5局掉了4分，看似炸裂，不过情况其实没有那么严重。今天速球当然是被打了不少次，但是速球的威力不是问题的症结。今天整体来说，山本的问题可以归结在控球上面，加上一些配球还有运气的催化，才导致了难看的账面成绩。而控球的问题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球路，问题的程度由高至低，依序为指叉、伸卡、滑球、速球。山本由伸一直都被认为速球不够威，不少人也把肉包的名字挂在他身上。确实，山本的速球不属于最威猛的一群，但也是一颗不错的速球。从他第一场球以来，他对于速球的 control 是不错的，但是从来没有过真正很好的 command，因为他的身材还有出手角度，让他的速球有很好的 VAA，所以丢在好球带的上半部被逮中的机会不高。但是他没有办法有效控制在好的位置，没有办法确实攻击到好球带的顶端。山本丢在好球带中线高度以上的速球当中，确实丢到上缘 shadow 区域的比例是 18.9%， 而联盟的平均是 29%。擅长丢高位速球的金永生态则是 32.5%。另外，因为山本的 IVB 并不突出，即使丢高了，如果丢到高于好球带的顶端的坏球区域，打者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他引诱到。在确实丢到好球带上缘的 shadow 区域之内，同时高于好球带顶端的球当中，山本的速球引诱打者出棒的几率仅仅只有 16.7%， 而联盟平均是 46.8%， 金永生态则是 49.1%。也就是说，山本的高位速球要发挥效果，就必须丢在最接近好球带顶端，但是仍然是好球的位置。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精准的高位的控制力，使得他无法有效的利用他这颗速球。相对的，山本对于低位速球的控制就好了很多，但是他的 VAA 角度又让他的低位速球相对来说被逮中的机会稍微高了一些。翻成白话来说的话，他有优势的地方他丢不准，他丢得准的地方他却没有太大的优势。因此，山本的速球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丢在中间的高度太多了。他的速球控制的优点类似菊池雄星，很能控在本垒板的两侧。他的速球在本垒板两侧 shadow 区域的比例是 33.1%， 而联盟平均是 27.9%。但是因为高度的控制不好，所以大量的集中在腰带附近区域的高度。到上个礼拜为止，山本的速球在 heart 区域的比例是 39.4%， 这在当时速球丢超过100球的138名投手当中是第4高的比例。所以山本的速球并不是好打，而是他位置好打的数量偏多。但是这也不见得完全是件坏事，毕竟山本的速球也不差，不是说真的是丢进去就死定了的肉包。加上他的变化球控球也不够稳定，因此勇敢的把速球丢进去，虽然有时候会被打，但是可以帮助他更稳定的占据球速上的优势。因此这个部分并不会是他需要太过于担忧的东西，反而是完全相反的，也是等一下我会提到的。他在关键的时候对速球的信心不够，不敢大胆用速球去抢好球，反而还对他的影响比较大。虽然这并不是当务之急，但是如果山本想要改变速球的状况来更上一层楼的话，有3条可能的路可以尝试。第一，当然就是增加自己高位速球的控制力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对困难的，因为这有先天条件的限制，加上山本也不见得会想要改动自己的投球机制。第二条路则是攻击低位的时候多用一些伸卡取代速球。之前他的伸卡控制的还不错，但是今天他的伸卡2球都控不好，也对今天的表现有直接的影响。那最后的一条路，除了道奇队着重强调的外侧速球之外，他需要增加多一点内侧的速球，不管是四缝，或者是右打的伸卡，还是我已经老生常谈的左打内角卡特都好，让他的速球多一点东西向的调动。不过山本的速球其实一直也都是这样，今天他最大的控球问题是出在指叉球上面，今天指叉的威力也没有完全丢出来，不过这一点倒还好，因为威力就算不够顶也还是有战力，但是因为指叉的控球跑掉了，导致今天的指叉只能用来丢顺风球，重要的危机时刻却帮不上忙。但是投捕又很执着的不断想要救回指叉，当然救得回来是最好，但是因为不断的尝试，让今天投打平衡的情势变得恶劣了许多。第2局的安打还有第3局的炸裂都和指叉脱不了关系，今天全是靠曲球撑场顶住场面，
头捕持续的使用，试图救回指差的决定，我也可以认同。不过以结果论来说的话，今天如果早早认清指差丢不好，把指差的角色下降一级的话，结果会好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指差球的分布状况，你就知道他今天指差球的感觉不对了。这边有没有看到一条熟悉的斜向条状带？这就是当一名投手手感不好，无法有效控制一颗球的时候，常常会看到的状况。而声卡的话就很单纯，2次都塞不进内角，丢到红中被打。And he smacks the ball to the gap in left center field. He's got extra bases. Just gets too much of the plate right here. See, it runs back a little bit. Chopper right side and through. Nothing real fancy about it. It found. 滑球也是，2球都压过头，完全大坏球。Baseman Jonathan India, bases loaded 2 away. Can you mimic that to decision making? 使得这2个球种今天也都完全废掉。那我们来看看他丢分的第3局。Speed on the bases for Cincinnati. 面对一出局1、2垒有人的危机，只好来依靠今天的老大哥曲球，先一颗丢进去抢到1好球。1-1. 接着这个速球位置很好，但是如同前面说过的，山本的高位速球如果不在好球带里面，引诱性是相对偏低的，这球打者也没有出棒。刚才的高位速球没有引诱到，那就利用这一球的共轨，保护继续出战的老大哥曲球，也顺利抓到第2个出局。Curve grounded to third. Hernandez, what a play! Cincinnati's on 1-0. Fraley grounds it off himself. 依旧危机的状况下，山本继续仰赖曲球，连丢2颗拿到1好1坏。这是山本常见的另一个模式，因为对自己的速球信心不够，每当陷入危机的时候，总是不敢以速球走前面，导致早早把变化球的红利用光，使得最后被迫用速球去对决。如果速球控制得好，或者那一天的曲球指差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就还行得通。但是上一场球曲球自己不用，今天的话是指差不行，那就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我们也可以来用数字验证一下这个状况。我们来看一下在几个状况之下山本的4缝线使用比例。那从表格上面应该很清楚可以看到山本的这个状况。Yamamoto's 1-1 pitch in the dirt. 1好1坏之后，又是跟上一场球还有这一场 Fraley 的第1个打席一样，头捕又是把指差拿来试图抢第2好球，很可惜一个失控挖了地瓜，导致球数落后，只好再回归曲球来抢第2好球。The table for the Reds, and now Fraley. 一进入2好之后，头捕又直接选择指差。我不喜欢这个打席的配球系列组合。我知道因为 Fraley 第1轮被指差狂骗3振，所以这个打席至少试图用1次指差，看能不能够解决他这个想法，我是认同的。但是我不喜欢这一系列配球的原因有2个。第一，这个打席完全没有去压迫 Fraley 的 timing。今天一整天到现在为止总共7球， Fraley 连1个速球都没有看过。第二，如果想用指差球来再度解决 Fraley，那么打席的前半段应该尽量让他的注意力离开第1轮骗爆他的指差，所以刚刚就不应该先丢1个。就算是在危机的状况下，前面真的不想对 Fraley 丢速球，那山本还有卡特可以用。回过头来看的话，这个打席如果是用卡特和曲球的组合去抢前面2个好球，那么这时候的这个指差或许就能够帮助山本度过这一局的危机了。那最后 Fraley 在有注意的情况之下，这颗指差并未能够达成任务。那现在知道 Fraley 有在注意变化球，指差球刚刚丢完，曲球前面也丢了一堆之后，头捕也只好回到速球来攻击。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选择， Fraley 也的确没有跟上这一球，但是因为这一球位置不够刁钻，高度在腰带附近也不够内侧，所以 Fraley 还是能够碰到。接着下一球继续用速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就是一样的状况，高度又在正中间的腰带高度，加上前一球的压迫，所以 Fraley 的 timing 也上来了一点，最后把这个外侧的速球打了一个还算强劲的滚地球。Moot point, another 2-2, sharp ground ball, diving stop by Gavin Lux, and he saves a run. 那因为手背的站位是手拉打，而这球是在好球带的外侧， Fraley 也没能够拉回来，而是比较往中间方向，所以 Lux 唯一能做到的也只有把这一球挡在内野而已。Baseman Jonathan India, bases loaded 2 away.
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，而曲球已经大量使用，速球和指叉都信心不足的情况下，头捕决定出滑球。那这颗被迫丢出的今天第一个滑球，手感确实很差，大坏球一个。在必须要丢好球的情况下，只好再度回头找老大哥，一个曲球丢进去抢回一好球。India takes outside ball. 两个变化球之后，选用速球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小心而控不到位，使得球数再度落后。接着在滑球指叉没有信心的情况下，那就只剩下再回曲球还有塞打者内侧的两个选项。这个时候头捕选择了后者，而且用声卡去挤压打者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但是山本的控球再度出包，丢到红中。Chopper right side and through. 这球虽然丢到红中，但是 timing 加上尾劲确实挤压到了 India， 让他只能把球敲往地上。但是很可惜的，道奇的布阵又再度和球路发挥的功效相反，一样守在拉打位置的 Lux 这次连挡在内野也办不到了，让这颗推估打击率仅仅只有2%的反弹球弹出了内野，山本也失去了2分。This weekend, he's got 6. 在伤害已经造成之后，终于遇到弱棒，头捕敢以速球开场了，只是可惜依旧脱手，坏球一个。那在伤害已经造成之后，头捕终于想起还有一个叫做卡特的东西可以用，虽然也控不好丢得太低，但是威力足够，变成一个后脚滑球，漂亮抓到挥空。接着头捕再给指叉一个机会，但是这一球需要丢在本垒板的正中间才行。山本依旧失控，球溜到外面去，球数又落后了。接着再回到刚才有效的卡特，这一球也完全依照头捕的想法，确实的执行，结果也跟预期的一样，抢到了第2好球。2-2, way outside there. 接着头捕又再给指叉一次机会，这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，但是比起内卡特外指叉连续重复2次，这个时候外高速球或者是落地的曲球，我认为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那最后山本指叉再度失控，也把最后一个坏球的空间用掉了。Two in the bank in this inning. Payoff comes home. 那在没有坏球空间的时候才用曲球，可能山本也不敢丢太低，那高度不够低，加上又偏内侧。Martini 虽然 timing 稍微超前，但确实逮中了这个曲球。那现在变化球已经全部出笼，山本又被迫用速球来对决。这球虽然确实的压在打者内侧的边线，但是因为又是正中央的腰带高度，又被 Martini 挤出了一只鸟安，也导致了山本的4分炸裂。On the hand, shallow center field, sinking in a hurry, and it's a base. And for Yamamoto. 继续面对弱棒，头捕又有勇气用速球猛攻，快速的抢到2好。那在 timing 压迫之后，一个曲球就轻松解决。Got him. 而后面的比赛基本上也就靠着速球曲球卡特顺畅的压制了下去。所以今天看似炸裂，其实只是一个指叉球控不好，加上其他的一些次要因素连带影响的结果。虽然他平常指叉球的控球也没有到多好，但是如果今天的控球只有50分的话，平常是很稳定的在70分的，所以这场的状况并不会太让人担心。